Hello，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应该不用我说了吧，《复仇女神》无限维度10周年之作，很大一个箱子啊，这外面这个是运输盒，上面还有一个复仇女神的剪影。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复仇女神的这个希腊文音译啊，也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涅墨西斯复仇女神。那么拆开运输盒之后，里面就是彩盒了，这个彩盒也是非常大的，同时在底下也是有它的型号以及涅墨西斯的英文。中间的这个最大一部分是一个主体的图片峰会，旁边有一个头部的剪影，有点像万代的那个 RG 系列的说明书了。上面的话也是给了一个提手，啊，方便你可以提在街上，像那个视频里面一样，提在街上走在大街上炫耀哦。在盒子左上角还写了啊，它有43块板件，各种的分色以及贴纸之类的一些详细的分布，也是它的卖点。然后在它的右上角还有一个无限维度的这个一个 logo 标志啊，它是一个有了立体效果的。然后在它的右下角这边还有一个10周年的 logo 样子。在盒子的背面这边还有一些它的骨架分层，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外甲的组装。在下面的话也有背包的和武器的分件的样子，底下也有一些它的一些材质、贴纸啊以及透明件的一些细节。在右边的话还有一些地台以及武器组装的细节。然后在右边最上面，则是一个装好地台以及外甲装好的一个样子，展示的样子，效果还是可以的啊。那么盒子的话，也带大家快速的过一下整个样子。盒子正面，盒子左面，盒子右面，盒子背面，盒子上面。盒子的长度大约在65厘米左右，高度的话也有38厘米左右，所以说这个盒子是非常大一个的。这边也可以拿出之前的季度的盒子来跟它对比一下，可以发现大很多很多啊。最外面的盒子里面就是2个小盒了，分别是身体以及背包，2个是分开的，后面是没有图案的，只有正面的有一个峰会。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上下开合的方式嘛。那我们这边就先将身体这边的这一盒打开啊，打开之后的话，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板件了。板件其实并不算多啊，但是都比较大。除了板件以外，这边还有一个预组装的关节盒子，里面我们打开，中间就是一板预组装好的一个身体的关节，可以自己选择安装。然后还有一大袋，这里面有胶贴、蚀刻片以及水贴。接着就是本次的说明书了，很厚一本啊，页数一共有64页，里面全部是油纸打印，并且是彩印的。这点的话，不用我说，它对标的是谁了吧？彩印的打印效果十分不错。说明书的讲解也比较详细的，这边就快速翻阅一下，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接着咱们开翅膀背包这个盒子，里面东西都差不多啊，打开之后就是全是板件了。板件的话会比主体的那个要大很多，但是板件数量也会少一些。里面的话也有一本很厚很厚的一个画册，外面用塑封包住的，这个后面给大家展示哈。那么这个就是主体的板件了，一共是27块。并不算多，但是板件都是偏大的部分，并且还有很多预涂装的板件，主体有10块预涂装的板件，啊，看着还是很不错的。而地台背包部分的话，则是16块板件，板件都是偏大的，然后同时背包这边有4块预涂装的板件，主体跟背包加起来一共是43块板件，工程会大一些。它的预涂装板件有14块啊，这边也展示一下，这个诚意还是很足的啊。对标的另一家。预涂装板件是没它多的。那么板件展示部分，首先咱们来看透明件，这个是主体的透明件，上面的透明件的话也是有给一些细节的，这点还是值得好评的。同时，这个透明件的话，它是有紫光灯照射的效果，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紫色的嘛，所以说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剩下的大家看一下这个预涂装的板件，香槟金啊，漆面锐度都很好。无限维度家的板件锐度，那就不用我多说了。细节也是很不错的，并没有因为上漆让这个细节糊掉。飞边是没有看到的，水纹的话，在地台那几个大板件上面还是会有的。因为板件比较多，所以说我这边就是每个颜色都给大家挑几板，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剩下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板件的锐度细节都是很不错的，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那么预组装关节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相当于就是它给你装好了嘛，这边也是可以直接转动的，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比较方便一些。同时这次还附带了2个收纳架，这个收纳架的话需要自己折一下，然后这边需要用这个透明胶或者用不干胶之类的，你给它粘起来就可以了。折叠方法的话比较简单，你就这样子给它用力的这样给它翻折过来，可能比较硬，这个纸板是比较硬的，稍微用点力给它翻折过来，然后这边折进去，然后再把另一边的这个粘过来粘上去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边周围是没有粘啊，大概样子就是这样子了。上面这边的话可以抠掉拿来放板件，然后粘的位置的话，这边它也给你标明了这个粘贴的区域，你只要折过来贴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收纳架的话是有2个。那么最后咱们来到纪念册，这上面写的是推荐你拼完之后再看啊。页数的话很离谱，有112页，并且全彩印油纸打印的。那么这边给大家每一页都展示一下，大家可以选择看或者选择不看。然后我会翻得比较快，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暂停看自己想要的一页。上面也有设定集以及画稿之类的。那我这边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也希望大家给个3连。然后我这边也是加紧给它赶工出来，然后后面再做一个详细的测评。详细测评的话，时间估计也会比较长，我会讲的比较细嘛，想把大家想要看的地方全部给大家讲一下。咱们直接进入主题，展示一下第一层的骨架。第一层的骨架，我这边裙甲是装反了啊。第一层的时候拍摄的时候没有注意，后面剪辑的时候才发现装反了，但是不影响咱们观看，对吧？第2层的时候就已经改过来了。可以看到它的骨架是有丰富的细节的。整体的话，因为涉及到了核心的这些关节和破木件嘛，所以说第一层骨架的拼装组合度手感会偏紧，最好是直接用玻璃钳。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骨架的细节。上面已经有蚀刻片，再加上各种预涂装以及透明件的效果，整个骨架的细节度是十分不错的，给我带来的震撼还是蛮大的。这种骨架上面堆砌的这各种纹路细节，谁不爱呢？接着咱们装上了第2层骨架，可以明显的发现啊，第2层骨架是很多银色的预涂装，给这个骨架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同时也增加了它的细节度。相比较第1层骨架，第2层骨架的话，因为没有涉及到关节部件嘛，所以说它的安装是十分丝滑的，你基本就是摁上去就能严丝合缝，直接卡上去，不需要用力了。骨架拿在手中，你也会发现它这个金属预涂装给的是真的很多，而腿部这边这个推进器也是第2层骨架安装上去的，第1层骨架是没有的。肩胛这边骨架上面的纹路细节都是有刻画到的，同时还有各种金属预涂装漆面，3D 贴纸也是没有少的。同时这边啊，我们拉动的话，这边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联动效果，骨架上面就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联动了。小臂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个联动的效果。而在腰的背后，这边还有一个模仿脊椎的弯腰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脖子这边也有一个仿生系统，类似于喉管的东西，这个小零件还是很不错的。接着在骨架的基础上，咱们装上它的外甲，完整的复仇女神涅莫西斯就此诞生。整体的颜色为红色主色，搭配了白黑2个颜色，再加上各种颜色的金属玉涂装，整个外甲的组合度只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丝滑，基本不需要用力，能够完美的契合，并且不会有掉件的情况。整个外观设计的话，这边也是采用了对称性的设计，就是两边都一样的。但是它这边是给了你一些可以选择的颜色，所以说我这边给它搞成了一个不对称的颜色。全身随处可见的金属玉涂装，再加上 3D 贴纸以及内部的骨架露出来的一些小细节，再加上蚀刻片，脚部这边也是有各种玉涂装，再加上透明件的搭配。这次的配色，说实话我还是蛮喜欢的，同时给的量也很足，量大管饱，再加上各种丰富的细节，让你拿在手中的时候，感觉就不像一个拼装，而像一个成品。因为复仇女神是1:100的比例，所以说它的高度我们这边也可以用尺子给它量一下，大约是在22到23厘米左右。我们这边是因为手边没有蓝焰啊，所以说我这边就拿出卡牛来跟它对比一下，基本两者的高度是差不多的。拼好之后完整度是很不错的，怎么摇它都不会松，也不会掉件，这点还是让我惊讶到了的。那么前面也说了，因为我这边自己选择了不同的颜色，你看它这边肩甲这两边一黑一红，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不对称颜色，包括推进器这边也是一黑一红，可以自由选择。同时这边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透明件啊，它这个透明件跟普通透明件还有点不太一样，它的透明件上面为了增加细节，还加了一些类似于蜂窝状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机体也有一些展开机构以及联动的细节，我这边也给大家演示一下。肩甲部分有一个一键联动，拉出顶端，后面都会展开，这个点是十分惊艳的。你只要一拉，全部都展开了，可以露出里面丰富的细节，这点是确实让我惊讶了。同时回收也是摁一下，就是可以一键回收。肩甲这边的小喷口也可以向外侧打开，也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些小细节。而在胸口这边，两侧的这个胸甲也是可以打开的，正中间这边黑色的盖甲也是可以打开的，里面有一些骨架的细节以及蚀刻片的小细节，这点还是很不错的。在头部两侧这边的领口这边，这两侧的盖板也是可以打开的，可以微微的打开，里面会有一点点的骨架细节。小臂这边也有一个联动效果，将手型往上摁，它整个小臂会往内收，也是一个一键联动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前胸甲这边这个盖板也可以向下拉，拉出之后也可以露出裙甲里面的一些小骨架的细节啊，这边也可以对比一下，另一侧是没有拉开的。小臂臂甲这边的零件也可以进行一个外翻，进行一个小展开。后胸甲这边的零件也可以向上翻，里面也有一些骨架的细节。腿部前端这个腿铠也可以向下翻折，露出里面的一个玉涂装的骨架细节，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腿两侧的推进器上面这个盖板可以向上翻出，露出一点点小细节。中间这个红色的零件也可以打开，露出里面的透明件以及细节。大腿旁边这个盖板也可以打开，露出里面的细节。腿部的推进器，你只要推动一方，另一方也会一同旋转，调整角度。脚部这边两侧的这个铠甲也可以向上翻起，露出里面的一点点的骨架。另一侧也是一样的。那么装甲全部展开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也类似一个整备状态了，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能附出几个小人站在它旁边的话，我感觉会更好。可动，咱们先来看它的头部。头部这边的话分为两段，首先是头上面一段，然后下面脖子这边还有一段，所以说它的转头抬头的幅度会很大。首先先来看它的转头，转头大概是这样子，向右转向左转的幅度都还可以。侧摆的话也有一个不错的幅度。低头这边看一下，这个低头幅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时它的抬头因为得益于两段，所以说抬头的幅度也很高。然后它这边这个巨大的肩甲也可以进行上抬，进行一个避让。中间这边的小喷口也有一定的可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时它这边因为前后有一个避让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手臂可以在不移动肩甲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手臂的平抬，大概幅度是这样子，前后幅度都还不错。然后如果你想要连同肩甲一起转动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两边的玉涂装零件不要刮蹭了。旋转的话360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关节会比较紧啊。手臂根部这边也有一个向前的前倾范围，这边设置了一个前倾的关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将肩甲避让之后再往前前倾，这手臂可以直接折过来，这该死的角度，说实话真的大。手臂这边的可动，为了演示，我就把肩甲拆掉了。首先先来看平转，平转的话360度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手臂这边下面还有一段平转，这个平转的话因为有这个臂甲的原因，所以说会受到阻碍，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联动的机构，将这个臂甲向下一点，然后再旋转360度，没有问题。手臂曲肘这边可以看一下，它的幅度大概是这样。然后如果利用它这个联动加上下段平转关节，将它转过来之后再进行曲肘，就可以直接摸到自己的肩胛，这个幅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时随着手臂曲肘的时候，这边这个灰色零件还会有一个小联动。虽然它是个大肩胛，但是我们在将肩胛进行避让之后，手臂的平台也可以完美的达到90度。同时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也是设置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小关节啊，这点还是蛮细心的，可以让你的平台更加高一些。弯腰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向前的弯腰幅度大概是这样子，还是很不错的。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模拟脊椎的效果，向前弯腰的时候会进行一个拉伸，这点还是蛮不错的。向前弯腰的时候，胸前这个铠甲也会进行一个避让。前面展示的弯腰的话，是算上了胯部这边的一段弯腰的，胯部这边也有一段弯腰，并且在弯腰的时候，前面的这个前军甲也会进行一个避让，所以说它的弯腰会不会穿帮，并且幅度也不错。前后弯腰依靠这个胯部的关节，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幅度。整个腰部的侧板分为了2段，一边是腰部底下这一段，以及上面这一段，所以说它的侧腰幅度还是不错的。整个腰部360度的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前军甲这边因为是一个双段的关节，所以说旋转以及位移避让效果都是很不错的。而侧军甲这边的话是一个小裙甲零件，可以向上向下的进行避让，也有一定的旋转角度。而它的后裙甲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这边的话也是用了一个双段的关节，可以进行一个向上的提拉来进行避让，这个避让的角度还是很可观的，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来调整角度。在裙甲避让之后，腿部的前踢可以达到标准的90度，完全没有负担。后踢的话，因为后裙甲的原因，差不多可以达到75度左右。腿部平台标准的90度，完全没有问题。腿部这边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平转的角度，因为它这个腿甲这边有个展开机构嘛，所以说没法360度旋转。腿部弯曲这边为了方便观看，所以说把这个推进器拿掉给大家展示，可以看一下它的弯曲幅度。伴随着联动的效果，它的腿部弯曲的幅度是很大很大的，可以看一下，可以直接贴在自己的大腿啊。腿部也有联动效果，可以仔细看，这边会有一个裂甲位移，然后上面这边会有一个骨架拉出，底下的话会有一个旋转。另一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裂甲的效果，效果还是不错的。可能联动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腿甲露出骨架的出来的这一部分联动，我觉得很不错。脚部分首先来看它的这个接地性，因为它这边刚好可以契合。为什么契合呢？你看它这个接地性，左右侧翻的这个接地性，这个白色零件刚好可以卡在它这个缝隙里啊，这个设计是很巧妙的，就是它左右翻折的幅度是很不错的。脚尖这边也有一个2段的可动，可以看一下向下的幅度。然后脚尖尖头这边还有一个向上的幅度，所以说它这个向下向上幅度都还不错。整个脚也可以向上翻折，大概幅度是这样，向下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幅度。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向下翻折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联动效果。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向下翻折的时候，这个金色零件会展开。将两边零件打开之后，整个脚也是可以进行旋转的，但是不能旋转360度啊，因为前面这边会有一个零件挡住。但是旋转的幅度也十分可观了。而在它的胯部还设立了一个外拉的机构，所以说拉出之后，它的这个踢腿的幅度会很大。可以看一下前踢幅度大概是这样，后踢的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整个前踢后踢是很大的。得益于它这种优秀的可动，所以说搞个蹲姿，标准的蹲姿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很多模型都是做不了蹲姿的哈。手型共4对，首先是一个梳妆手，加上一个抓握的手型。然后就是一个握拳手跟一个握持手，握持手这边是直装，其他手型是一个球冠，方便更换。武器方面，首先来看最基础的小刀，这把刀有8个，后面这个握把可以向下翻，然后前面的刀尖可以翻折，露出一个枪口，变成一把枪的样子。复仇女神的很多武器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进行升级的。然后是刺枪形态的配件，这个配件的话，里面会有一些纹理的细节，同时这边还有预涂装的这个刺枪子弹。底下的握把可以拉出变成刺枪，同时也可以拿出前面的小刀，也就是咱们的复仇之刃，然后将其进行这个孔洞的一个连接。这边有一个卡榫啊，将其卡上去，然后安装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翼刃的形态，也就是一把刀。前面也有一个握把，这个的话一共有4个，也就是左右各2个，4把刀。然后是一个长刀的配件。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搭配咱们的小刀来使用的，小刀进行这前面有个孔洞卡进去，然后安装上去，就变成了咱们的长刀了。后面有一个握把，这个也是一共有2把。
接着就是巨剑了，巨剑不需要用小刀来进行搭配，直接自己组装就可以了。长度大约跟翼刃形态差不多长。将前面这个铠甲摁下，这边会有一个瞄准镜，然后再将握把翻折。前面这个剑刃也可以将其打开，然后进行一个外拉。外拉之后，里面就有一个枪口了，这样子巨剑就会变成一个射击形态。巨剑也是一共2把。最后就是咱们的护盾了。护盾上面有一个透明键，底下会有一个接口，可以安装在手臂上。前面这个钳子也是可以进行翻折、进行转动的。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将这个钳子进行一个向内的翻折，变成一个护盾钳来进行攻击。一共有2个。从前面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它的武器很多，一共12把，也是可以装在背包上面的。武器握持方法除了直接安上去，像这种没法直接安的，需要将这个手型拆开，然后再进行一个组装。安装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不会很难。安装完之后，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而那个护盾钳的话，安装方式这边会有一个孔洞，连在这个孔洞上面就行了，将其用力，然后按进去，就完成安装了。整体效果大概是这样子，相当于就是安在臂甲上面的一个武器，也可以充当盾牌。背包部分两边会有一个巨大的喷口，底下有一个推进器，上面还有一个驾驶舱的细节。驾驶舱前面这个盖板是可以打开的，里面有一个驾驶舱的小人，名字叫塞恩，也是有一些驾驶舱的小细节的。整个推进器这边也是有一些金属与涂装的，底下这个喷口可以有一定的可动，两边这个盖板也可以打开。同时上面这个是用来卡武器用的，喷口这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角度调节，底下也可以。根部这边也可以进行旋转，因为有多段的可动，所以说角度的调节还是很不错的。根部这边也是有一个大的连接轴，可以进行旋转。安装上背包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喷口推进器，同时背包装上去才是完全体嘛，毕竟驾驶舱在背包上。而这个背包也可以搭载各种武器，我们将这个巨剑根部拔掉，然后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孔洞，推进器的孔洞，将其对准，然后直接插上去。插上去就行了，也可以快速的拆下，它是有设计一个快拆的设计啊，这点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另一边长刀，它是有一个孔洞，也是可以直接插在上面的，插上去就行了，也是快拆，不会掉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扣啊，卡扣的话就是用来连接咱们的这个翼刃刀的。然后我们将这个孔洞对准它前面这个卡扣的这个装位啊，将其安进去。安好之后，我们再将这个握把向下一点，然后卡扣扣上就可以了。另一边也是一模一样的，这边也需要安装这个翼刃，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安装完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翅膀了。这边甲盾的话，直接安装在这个正前方的这个孔洞上就行了，轻轻摁上去就行。另一边也是一样，装位对准这个孔洞，轻轻的往下摁紧就行。好，安装完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上身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会有一个巨大的翅膀的感觉，不上支架它也可以站立住，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这个背包确实蛮重的嘛，它也赠送了一个小支架，可以安装在这个背包上。地台部分，这次地台也是有给了一些小预涂装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中间这边会有一个预涂装，再加上3D 贴纸，正中间还有一个蚀刻片，上面写着涅莫西斯，所以说整个地台的细节还是很不错的。两边的话也是有金属的预涂装的。而这个支架前面这个连接的这个部位，其实它是有给2个，上面这个是固定的，还给了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这个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支架部分也可以调节高度，老样子了，可以进行锁定。然后上面这个角度调节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进行锁定。地台中间这个卡片也给了一个小零件，你如果不喜欢地台卡片嵌在里面，你也可以将这个零件安上去，然后再将地台卡片放在这个零件上。那么满载武器搭配上这个地台，整体效果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这个外观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帅的啊，特别是这个大翅膀，非常的吸睛，再加上它的整体配色也是比较鲜艳的那种。而地台这边也可以收纳这些武器，它这边2侧都是有孔洞，可以进行一个收纳，将这个武器轻轻的插进去就行了。中间这个是用来放这个长剑的，就是这个巨剑啊，将其插进去。其他孔洞的话，想放什么刀自己选择，只有中间这个零件需要放重剑，因为它跟其他零件不太一样。啊，所有零件都可以放去，它完美的给你设计好了这几个孔洞，一共是10个孔洞，2侧各5个。而护盾的话，它是有一个单独零件来进行安装的，直接安装在这个孔洞上面就可以了。地台的前后还有这种机械臂，前面的2个机械臂前面是有一个装位，可以用来安装这种有口洞的武器。
可以安装这种翼刃也是可以的，翼刃里上面也是有孔洞的，可以进行一个安装。而后面也有2个机械臂，但这个机械臂是卡扣式的，所以说不是连接装位，而是卡这个握把，所以说你只要有握把的都是可以卡在这个上面的。那么将背包的所有武器全部安装在2侧孔洞，就可以进入一个检修的状态。搭配这个机械臂，说实话观感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到这里的话，咱们服从女神的所有东西就已经全部讲完了。那接着咱们就来到总结部分。总结部分的话，我们就先从它的组合度来开始说吧。很不错的组合度，因为它涉及到了 POM 键嘛，因为这款是没有用到合金零件的，所以说是采用的 POM 键以及普通的零件。所以说第一层骨架的时候组合会比较紧一些，除开第一层以外，剩下的组合度都是很丝滑的，这点我觉得很不错。同时量也是很不错，量大管饱了，属于是给了那么多的预涂装漆面，再加上丰富的一些玩法，完成之后的效果也是很不错，上手的一体性都给我感觉它像一个成品。那么它应该也是在今年，也就是25年才进行发货，也就是年初。那么作为年初第一款这么量大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也是为了无限维度打开了新年的第一炮。这款做的真的很不错。那么它的定价的话是在368左右，然后算上运费的话可能会稍微高一些。那么如果喜欢这款设计，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全是可以入的，因为这个体量确实是很不错了啊。更何况它还送你了一本100多页的这个设定集。没事的话，你拼完之后也可以翻翻这个设定集，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故事及开发过程。当然，机甲的设计也因人而异，所以说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所以不喜欢这款的话，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无限维度的下一款产品。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拍了200多个镜头，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